咖啡时空给你讲个好故事。贝尔法斯特是英国导演 Kenneth Branagh 的自传体电影，讲述了他小时候在家乡北爱尔兰的首都贝尔法斯特的真实童年经历。当时的贝尔法斯特陷入了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残酷冲突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仇恨厮杀，超过3500人死亡，家园被毁，无数人被迫背井离乡。导演当年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，所以影片最大的特色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，天真无邪的眼神和面对炮火的恐惧不解之间，交织出战争的冷酷、荒唐和不必要。当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俄罗斯的坦克开进了乌克兰的首都，炸弹在自由广场上爆炸，学校民宅被毁，核电站被攻击，无数平民死亡，百万乌克兰人踏上了流亡的难民之路。第3次世界大战仿佛就在眼前，人类面临核弹威胁，地球会不会毁灭？历史为什么一次次的重演？虽然乌克兰战争和爱尔兰冲突有很多不同，但是就像绝大多数的战争一样，强权统治者们在人民之间煽动恐惧，挑起仇恨，发动战争，用人民子弟的鲜血和生命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野心。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民本来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，就像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。影片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北爱尔兰宗教冲突。虽说是宗教冲突，但其实有着很深的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根源。在历史上，以新教徒为主的工会主义者希望北爱尔兰留在英国境内，而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民族主义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。由于天主教民族派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长期被歧视和压迫，所以发起了非暴力的民权运动，希望在工作、投票和住房上得到平等的权利。然而，运动遭到了以新教工会派为主的政府的镇压。新教原教旨主义领导人佩里斯更是趁机煽风点火，发起了针对天主教平民，包括孩子的杀害行动。这些行动挑起了民权主义者的愤怒，冲突升级，导致了影片一开始1969年8月15日的暴乱事件。事件发生以后，英国军队介入，在往日安详的街头巷尾建起了路障，试图将新教社区和天主教社区分开，天主教家庭被从新教街区赶走。但是篱笆和路障并不能缓解冲突，洗脑宣传更把不同信仰的人群丑化歪曲。隔着一条街的好邻居，仅仅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，忽然就成了陌路人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贝尔法斯特又爆发了大大小小的轰炸，无数家庭被迫离开家园。影片中9岁的小男孩 Buddy 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。在一个新教徒的工人家庭中，家里的麻烦不断，当地的极端分子不断煽动，逼迫 Buddy 的爸爸表态站队，参与革命。爸爸在英格兰打工，需要穿越海峡和重重路障才能偶然回一次家，收入微薄，陷入债务危机。美丽而优雅的妈妈常常拖着茶杯，靠在墙边，忧心忡忡。爸爸梦想带着家人离开危险的爱尔兰，然而妈妈不舍得背井离乡。贝尔法斯特有所有的亲人、街坊和邻居，每个人认识每一个人，而在海峡的另一边，人们会因为不同的口音而互相歧视。Buddy 害怕去教会，因为牧师看上去凶神恶煞，他把天主教徒描述成恶魔，还瞪着眼睛吓唬 Buddy 说：“你不要走错了岔路口。” Buddy 晚上睡不着，翻来覆去的思考，哪一条岔路才是正确的呢？人世间的对和错，善和恶，并不像牧师嘴里的分岔路口这么左右分明。就像爷爷说的，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那么人们就不会在大街上自相残杀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了。在贝尔法斯特的黑暗岁月中，牧师的咆哮指引不了道路，保持人性、坚守良知的爷爷和奶奶才是小Buddy真正的指路人。奶奶说，他们是我们的家人、邻居，他们只是信仰不同。在路障的另一边有我的印度朋友，虽然他老做那些让我吃了拉肚子的咖喱美食，但他是最好的朋友。爷爷是一个幽默而内心丰富的人，历经2战的血腥洗礼，爷爷笑看人间沧桑。搂着奶奶翩翩起舞的他说，当你头发花白的时候，人们会以为你的心从来没有跳动过。
Buddy 暗恋班上的金发小女孩 Catherine， 坐在马桶上唉声叹气。爷爷用爱尔兰诗人的名句来打趣他说，一种无法言说的怜悯隐匿在爱的心头。这一对可爱的老人在贝尔法斯特的残垣断壁中，为爱踢足球的孙儿保留了一片青草绿荫。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，所以在影片中，在Buddy那天真无邪的孩子视角中，贝尔法斯特的街头依然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温馨。丑陋的路障，扛着枪炮的士兵挡不住善良的人们，左邻右舍三三两两，翩翩起舞，吹牛八卦，喝个小酒，喝醉了高歌一曲，哪怕调子走到了英吉利海峡。影片虽然全部采用了黑白镜头，但是每次出现全家人去看电影的场景时，在电影院的大荧幕上，世界忽然重回彩色，一抹色彩跳出来，染到奶奶的镜片上，像是从黑暗街道的一边走到道路光明的另一边。电影世界传递的是人世间的温暖和希望。战争从来不是生活的全部，甚至不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在Buddy的世界里，有平凡而真实的人，浪漫、自由、满怀信心，随时可以起舞。在Buddy的世界里，天主教徒不但不是恶魔，反而是最可爱的天使，比如金发的 Catherine。影片的最后，当一家人不得不逃离爱尔兰，道别 Catherine 之后， Buddy 偷偷地问爸爸， Catherine 是天主教徒，而我是新教徒，我们会不会有未来？爸爸蹲下身子，一字一句地回答 Buddy 说，那个女孩她可以是一个印度教徒，或者南方庆信会教徒，或者一个反基督的素食主义者，只要她善良又正直，你们两个互相尊重，我随时欢迎她和她的家人到我们家来，这不应该有任何区别。这一段话太令人感动，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充满仇恨和分裂的世界中。仇恨源于无知，当我们放下偏见，会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类。天主教徒不是恶魔，犹太人头上不长角，乌克兰人是手足，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。到今天为止，乌克兰战争已经造成了2000多平民死亡，让我们看到战争的丑陋和残酷。但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，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乌克兰人民反对强权、为自由而战的勇气。在阳光下，良知会苏醒，正义会站起来，越来越多的人会联合起来，支持乌克兰人和追求自由的人民。所以，战争有时候也带来一丝希望，它重新点燃了同情心，并提醒我们，人类的需求和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。最后，用影片中爱尔兰民歌 Warm Love 为爱尔兰人民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祈福。看那古老墙上的常春藤，看看那些花，还有高高的绿草，这是一只鸽子在挥动翅膀的时刻，这就是温暖的爱，无处不在的爱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喜欢请点赞并订阅，让我们在时空中再相见。